歡迎收睇東京特輯嘅第一集。天橋係都市常見嘅建築，而天橋下面嘅空間如果好好規劃同善用嘅話，能夠為社區帶嚟更多嘅可能性。香港同東京都有好多嘅行車天橋，今日就同大家睇下呢兩個地方點樣運用天橋下面嘅空間，又能夠有咩嘅啟發呢？先講下香港先。2年前，深水埗前通州街街市由香港設計中心舉辦嘅時裝展覽《數碼龐克號》，引起各方面嘅矛盾。時裝展覽喺爭議聲入邊結束咗，用地亦都丟空咗2年。2年過後，香港唔再有社會問題，只有積極解決房屋問題。喺1978年落成，俗稱棚仔嘅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用地被人收回，用做發展單幢嘅公營房屋，最快喺2027年入伙。棚仔喺1月31號關閉，緊接就喺2月1號搬到去前通州街街市嘅位置，改名做深水埗布藝市場。傳媒訪問過部分嘅檔主，佢哋批評安排倉促，亦都未能夠及時安排攤位嘅額外供電設施，新嘅地方亦都明顯宣傳不足。不過對比觀塘嘅裕民市集嚟講，布藝市場嘅新址已經唔係屈縮喺大廈嘅入邊，而係設於地面，算係幾開揚㗎喇。而由市建局負責，同樣喺通州街嘅設計及時裝基地，最終趕唔及俾棚仔嘅檔戶搬入去，可能都係好事。設計及時裝基地係市建局同香港小輪發展項目影岸嘅基座商場，樓高5層，面積近4萬平方尺。項目係由香港設計中心營運嘅，合約期10年。政府話基地會以培養設計業新血為重點，喺基地入邊設有時裝製作工場啦、活動空間以及零售樓面等等。基地驟眼睇落幾有願景咁嘅，不過市建局喺保育當區文化方面往績並唔理想。例如灣仔茂良街7號嘅活化項目，市建局喺2013年曾經同香港藝術中心簽約5年，項目改名做動漫基地，設施包括零售啦、展覽空間同埋動漫藝術工作室等等。不過項目經營困難，營辦商只係營運咗5年，去到合約完結就退出，而項目亦都交翻俾市建局營運，唔再以單一主題啦。事實上，政府喺2018年已經宣布會建立設計及時裝基地，至今已經5年。當時時任商經局局長邱騰華向區議會簡介嘅時候話，基地同石硤尾嘅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以及同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能夠產生協同效應。不過 SCAD 已經喺2020年完成10年合約之後停辦香港分校，學校被指喺10年之間虧損超過3億元。深水埗能唔能夠成為政府心目中嘅設計同時裝焦點呢？有待基地開幕之後下回分解啦。而政府就話基地會預計喺2023-2024年度開幕。至於日本善用天橋下面嘅空間已經唔係新鮮事，無論你去到關東定關西，隨處都可以見到喺天橋下面營運嘅商鋪同辦公室。由東武鐵道發展嘅東京 Skytree 綜合項目喺2012年開幕。當時東武發展項目嘅原因，除咗為集團開拓新嘅收入來源之外，亦都希望佢嘅鐵路網絡可以增加客源。去到2020年，東武有意進一步發展 Skytree 附近嘅範圍，希望振興淺草同 Skytree 呢2個主要觀光點之間嘅交通，並提高沿途地區嘅價值，吸引顧客。被東武視為發展潛力高嘅地方，係連接淺草同晴空塔之間鐵路天橋下面嘅空間。晴空塔嘅基座商場叫 Tokyo Solar Machi， 而呢個天橋下面嘅新項目就改名做 Tokyo Mitsumachi 東京水岸街道，互相呼應。東京水岸街道分為東西兩邊，東面設有青年旅社啦、便利店，內設攀石場嘅運動複合設施，同埋喺香港好少見嘅板式網球場。而西面就以餐飲為主，
更不時喺旁邊嘅羽田公園擺放美食車或者舉辦活動，非常之悠閒。板式網球係源於西班牙嘅球類運動，結合網球同壁球，一般以雙打為主。板式網球特別嘅地方係佢嘅場地面積只係標準網球場面積嘅一半，而且板式網球拍比網球拍短，較容易掌握，運動嘅範圍亦都比網球細。東京水岸街道落成之後，成功帶動附近公園同牛島神社附近嘅人流，亦都提升咗羽田公園同 Skytree 之間嘅可達性。至於另一個天橋下嘅空間，同樣係由鐵道公司推動發展嘅項目，係由 JR 東日本開發，位於秋葉原同御徒町之間嘅一段鐵路天橋下邊，原本只係停車場同倉庫。呢個項目叫 2K540， 意思就係項目所在嘅位置距離東京2.54公里，位於秋葉原同御徒町之間嘅地方。與其話 2K540 係行文青路線，其實商場係以工匠為概念，希望傳承從江戶時代開始御徒町作為工匠之城嘅精神。而商場嘅租戶當中，除咗時裝店同咖啡店之外，亦都不乏畫廊啦、手工皮革店同埋年輕設計師嘅商店，希望培養人才同為佢哋提供一個小試牛刀嘅空間。商場同秋葉原有一段小距離，亦都正好同秋葉原嘅電子產品、模型同動漫形象嘅定位有所區分，提供一個與眾不同嘅商業空間。睇完喺香港同日本點樣運用天橋下邊嘅空間，當然日本方面嘅硬件配套更勝一籌啦，亦都成功為呢個空間賦予新嘅意義。至於香港係咪要急起直追呢？或者對香港嚟講，莫講話要延續文化，將文化保存唔被破壞，亦都唔容易。